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中日僵局现在的最新战况是怎么样呢？北京又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叫他老老实实的收回言论啦。哇，这个中国外交部呢又再次的开记者会，而且又在这个记者会上面是骂了日本4分钟，那内容是大同小异，说呢敦促日方以史为鉴啊，深刻反省啊，严肃对待中方要求，收回错误言论。但是现在怎么样啊？连日本国内也都有这个检讨高市的声音了吗？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位国宝级的歌手，他也喊话要高市爽快一点。现在造成的结果好像在说，既然日本要增强防卫力，那么就算日本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也无所谓。这已经在煽动危机了，希望高市早苗爽快一点，赶紧转变态度。而日本的前议员也称，高市已经不具备首相资格了。来听他怎么说。私たちから考えてももう内政干渉するもんじゃないですよって言いたくなるような発言ですよね。私たちからすれば総理大臣の資格はもうこれでなくなったのと一緒ぐらいですよ。それぐらい重い発言です。あんなことは言っ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それから考えていくと高市発言というのを早く撤回、一日も早く撤回し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が私たちの思いです。而现在日本国内也竟然有组织叫计划弹劾高市早苗了吗？来看到日本学者怎么说啊？他说呢，预定啊在12月8号众议院会馆举行记者会，以全体会员名义公开弹劾高市。好，这个是日本学界和民众态度的一个真实写照。另外呢，来看到大陆的学者怎么说呢？他说呢，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高市早苗的涉台恶劣言论是抱持着批评的态度，或者是不表态，也就说明了其言论的一个危险性。但是现在日方也要来进行反击了吗？日本传出要暗地加强对华半导体限制哦，也就是这个光阻剂要全面断供吗？瑞银上个月发表报告说，日本政府计划对光阻等半导体的关键材料来实施出口配额制。那么今年对华的配给供应呢，要每年按照这个减少10到15%。那么现在呢，日本经济产业省更新了出口管制清单，对于关阻实施3所政策。那么这个出口的批审周期要长达90天呢，但是这个产品的保质期缩短至6个月，也就是说呢，你非常去难囤货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光阻剂的话，哇，那中国的先进制程可能就要断货喽。那除了这个在这个半导体限制之外呢，在防止中国人买地的部分呢，高市早苗似乎也有准备。传出他上任之后呢，日本就在眼里建立一号资料库，以便统一掌握与管理外国人在日本持有的不动产状况，并且有意在2027年度就要启动这个资料库。甚至现在还传出了日本呢要来疯狂的抛售这个中国债务来报复。现在是网络疯传啦，说呢日本打算在11月抛售7兆日元的中国国债来打击中国经济。但是啊，其实日本拥有的这个中国国债呢，大约是1.66兆啦，不是所谓的7兆啦。另外呢，传出如果日本真的去抛售这个中国国债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日币贬值，引发这个出口商的这个惨况。所以啊，这其实是一个自寻死路，也可能只是一个假消息啦。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的经济不太好，那高市为了要这个救日本的经济，他也引述了这个动漫里面的经典名言，我们来看一下。サウジアラビアでは日本の漫画アニメが非常に人気だと伺いました。もう本日は「進撃の巨人」の有名なセリフを借りて私のスピーチの結びといたします。Just shut your mouth and invest everything in me。皆さんもう、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はお分かりだと思います。Japan is back。Invest in Japan。好，他引述的是《进击的巨人》啦。那我们看到这个漫画，也就是这个车力巨人，之前也被说，他们两个长相好像有一点像，所以他现在才用这个《进击的巨人》的台词，也是非常的幽默。
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啊，其实日股的表现也是很不怎么样，因为现在呢急挫了1000点。那么高市早苗呢，它的安倍经济学也被说了，恐怕会难产，因为如果它要奉行安倍经济学的话呢，它应该要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日本就应该降回零利率才对。但是当前日本是完全没有施行这个安倍经济学的基础，因为10年前的安倍经济学呢，日本是处于一个通缩的状态，但现在是通膨嘛。另外来看到呢，其实现在日本的国内很多人都在反高市吗？现在传出呢，这个日本跨党派组织日中友好联盟已经向中方传达，希望今年年中呢可以派议员去访华。那么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呢也说呢，希望能够去访问中国的请求，就是希望在现在中日这么紧绷的情况下，可以有所趋缓。不过呢，现在国内好多人都在反高市哦。高市有没有可能去低头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目前虽然有不同的组织、社团、党派，然后对于高市早苗的这个做法是不以为然，但是不要忘了，支持高市早苗的政党的比例还是高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政坛啊，我们看到。他的右翼的、中间偏右的，他们基本上还是支持高市早苗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20岁到34岁的年轻人，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是高的，所以你把这两股力量加起来的时候，高市早苗他的声望还是高达70%左右，70%以上。然后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议题，就高达了52%了。也就是过了一半数。过去在他刚刚开始讲的时候，支持他的是48%，反对的是44%，然后之后就上升到52%，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在日本的一群中间的人士里面他们本身对高市早苗的主张是不赞成的，也就是认为高市早苗说一套做一套，明明你主张的是一个中国政策。或者一个中国原则，你承认的是1972年中日的政治文件，结果你却又去干涉台湾的问题，然后介入中国的内政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不以为然的。这股力量大概在3-4成左右。那这些人他们越来越发觉，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言论跟主张已经要把日本带向军国主义的一个趋势，例如说。高市除了说要介入两岸之间的战争，要跟中国大陆交战以外，然后他们也发现他的无核三原则要废除，无核三原则要废除，会使日本面临未来的核战的风险都在慢慢的在升高。另外，他们也发现高市早苗现在把防卫预算，本来在石破茂他的国防预算，他是要到2027年才逐步的逐年递增的，然后增加到2%的 GDP。但是高市早苗突然间加速，在今年就直接用特别的国防预算增加到2%的 GDP， 也就是将近1000多亿美元以上。那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扩充军费，不断的在挑衅两岸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了中间的这些选民，他们不以为然，而且很多的财团，他们也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话会让他们本身的经济发展。事业的发展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可是两股力量在拉扯，两股力量在拉扯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看外交的力量。G7 也就是日本的盟国G7， 他们从组建以来一直到现在，欧洲、美国的这些国家，在这一次高市早苗主动挑起来挑衅中国的时候呢，其他的6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在日本这边，这个是。很让这个日本，也很让日本的右翼很惊讶的，尤其他们最惊讶的是，连美国都没有明白的站在他这边。美国虽然川普打电话给他说，你不用收回你的话，但是他说你不要影响到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这些动作其实都让这个高市早苗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在外交上也孤立的也孤立的一个情形。所以高市早苗从他讲完话，再跟这个川普讲完话以后，他有没有收敛？没有。表面上他好像说他没有立场在讲台湾的事情，但是他当天又抛出一个新的话题，就是
旧金山合约的问题。旧金山合约被很多台独的操作，说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且是大陆跟台湾都没有参与旧金山合约，而且都不承认它的合法性的情形下，你看他却引用了这个。另外，我们刚刚讲的，他把防卫经费增大了。第三个就是他在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他又在东京的这个所谓的领土主权的博物馆里面，又展示出钓鱼岛的3个文件。那很明显的，他的动作都是在激怒中国大陆，所以我看起来是高市早苗是一路要硬到底。那看到最后，他能不能撑到底了？的确，高市的动作真的是越来越硬了吗？我们来请教林玉峰委员。这次的中日的这个斗争不太容易平息。因为这次已经碰触到这个所谓的民主主义的问题，而且对于高市早苗来讲，其实他是试图缓和情势所以他在11月21号在他官邸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的口气说上个月底我跟这个习近平确认了所谓的战略互惠的关系，而且要走向这种稳健的有建设性的关系，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然后他接着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有事的问题的话，他的讲法就是说，要根据当时的实际发生的状况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所以他现在他想试着缓和，而且很重要可以看得出一点，就是说谢剑他的讲法其实是违反了外交的一种常理了就是说你说要砍人家的头，这个不好嘛，不管这个头是谁的头，总是不好嘛。可是日本并没有强烈要求中国大陆要把谢剑给召还，并没有。你在其他国家这种政治的状况，在其他国家多数状况之下，你是非走不可的。可是他没有走，所以日本其实他想试着去这个有所缓和整个的情势。旧金山合约的问题，我的了解他大概是这样：一方面想卸责了，一方面就是讲出一个事实，就是说我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我就已经把台湾给放弃了所以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立场可以谈论台湾的法律地位的问题。中国大陆的解释是，你是在另外制造一个事端。但是对于这个日本来讲，他可能认为就是说，我就是找出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没有立场讲，你们也不要问我，我也没有办法答。所以台湾的问题，他想把它冷却化，我没有立场谈台湾的法律地位的问题，他可能认为这样。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对，我认为啦，但是他讲这句话进一步激怒了这个北京，所以就双方之间民主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对冲啦。按理说他会不会改变？他虽然一边讲说，跟习近平谈到什么战略互惠关系的推动的问题，可是他还讲他所谓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存这个危机事态的这个问题他说他这个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改变。这个他认为这是他的底线某一种程度来讲，他现在的民意支持度是75%就是说算是非常的高。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认为他有底气，他不会随便的这个退却，因为而且他也认为他如果退却的话，你要知道支持他最大的一股力量在自民党里面，坦白就是阿守嘛，麻生太郎嘛，麻生太郎他们这些都是所谓的右派，所以你退出，你向后退的话，你在内阁你不见得会讨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一开始最好不要惹事，并不是每一个危机都可以解决的。我们以前在大学里面研究所教危机处理，就讲不要以为每个危机都可以解决，有些的危机是很难解决的，最好是不要犯。那我是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前任的驻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叫垂秀夫他讲得很好他就说，如果台湾有事真的要处理问题是美军会先出动是然后后面才轮到你去日本做什么判断。你现在就一下把底牌掀出来，讲了人家也不高兴，所以这个垂秀讲这句话，倒是对这个高市来讲是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老二，你不要想当老大嘛，说话说过头嘛，你更正一下这样就好了。好，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目前看起来就是中日之间这种
紧张、升温摩擦，看起来是短期内应该是难以善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哈。那高市早苗，即便是他11月7号讲出去之后，10号、21号看起来有点再收回来，口径比较放软哈，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骑虎难下。那的确现在本来是一个问题，现在变2个问题。11月7号讲的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当我们看到川普2.0之后，他对于这个是否要协防台湾，他的想法反而是从拜登任内的比较清晰，他往比较传统的模糊走。那反而是高市早苗在11月7号他的打法是非常非常清晰，所以他在11月10号的时候，他有再回答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已经有点再收回去了。他说，我这个以后用字遣词我可能更加的谨慎啊，大概不会专门对任何特定的事态跟议题来去讲明说日本会不会出动军事武力，而是当时应该要根据实际的状况才能够做综合判断。那是他11月10号的修正，但是中国大陆不会善罢甘休。那11月26号也非常有趣，因为是高市早苗面对4位在党这个领袖党魁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野田佳彦又再问他一次，当时高市早苗的讲法，我也很同意刚才这个玉芳委员所讲。他说，按照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这个日本放弃对这个台湾主权任何的说法。那一般的看法可能说，他有点要把这个事情要稍微淡化。当时野田佳彦的诠释，他认为是某种程度代表高市首相实质的把他的话收回来了。但是北京不会这样看。因为现在就很麻烦的地方是北京现在要求是认错道歉，要把话收回，但是作为首相他没有办法，不可能。我觉得以高市早苗打的算盘，第一个要判断是他11月7号讲的是不是刻意的，是个知道会这样问，他标准答案出来，还是他回答的比较仓促。一般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会比较高，但他把话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首相在国会里面的讲话，代表说我把日本过去的空间撑得更大，塑造出一个先例，一个案例，以后这个空间就是这样走，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要他把话收回去，我觉得很难，比较可能是他透过后续的一些补充、堆叠式一些说法，可能稍微可以缓解，但目前看起来方向不是往这走。还有就是，如果是以政治盘算来看的话，他现在民调这么高，假设在这议题上他说我撤回，我可以想象他的政治的生命会风险非常高。那假设他现在跟中国大陆是硬抗到底的话，也许还可以周旋一段日子。我觉得他的判断应该是继续再往下走，他不会把话吞回去的，而且对他的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中国大陆目前来讲，它是逐渐的升温，但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一定判断说这样的升温，高市会屈服吗？那假设不屈服呢？那是不是要拖很久很久的时间？对。而且现在不只是这个其他的方面，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军事方面现在两方的战场呢场景呢来到了钓鱼台这个是前几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呢说呢，这个陆海警的发言人说日方的一个渔船叫做瑞宝丸号呢，它是非法进入了钓鱼岛的领海，那么陆方的这个海警船舰呢，也依法来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那么这个日方的海上保安厅则是说呢，有2艘中国的海警船呢，均搭载机关炮，一边宣扬中方主张，一边试图靠近日本渔船。那么日方的巡逻船呢，也要求他要驶离领海。那么双方呢是在深夜对峙了3个小时。好，不止如此最近呢，日本呢也在这个钓鱼台上面呢，出示了3个新的日本证据，要来证明说这个钓鱼台就是日本的。不过对此呢，大陆的外交部也驳斥了，说日方的材料是断章取义，毫无说服力。钓鱼台主权历史经纬清楚，法理依据确凿。你要说这个钓鱼台是你日本的，那么陆方就要说你琉球是独立的。来看到现在北京又再度打这个琉球牌，要来反制高市了。大陆的学者认为呢，琉球在近代并入日本的过程中充满了争议，日方琉球属日的法理基础模糊。近年大陆发展的琉球学还得到了国家级研究计划的一个资金支持另外，大陆的学者呢也说不要再用冲绳来称呼琉球群岛了。来听一段他的说法。
我觉得以后我们在称呼琉球群岛，我建议不要再用冲绳这个词儿，因为冲绳这个词儿是1879年日本霸占了琉球群岛以后，他提的一个概念叫冲绳，他就是想用冲绳这个词儿来冲淡，或者以后不再用琉球这个词儿。琉球这个词儿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现在冲绳自己的居民呢，也向高市政府提交了请愿书，说呢反对基地来搬迁。这是11月30号的时候啊，冲绳县知事呢手拿着一份沉甸甸的请愿书，希望高市政府能够坚持无核3原则，停下边野古的一个填海工程，放弃将美军基地搬去名护市边野古的一个计划。好，那现在呢，不只是在这个冲绳啊，还有这个钓鱼台这上面啊，现在传出呢，高市有可能想要加入北约吗？这解放军报呢，现在也是一天一天的在骂高市早苗啦。来看到他最近怎么说的呢？说啊，高市公然的发表错误的涉台言论啊，粗暴中干涉中国内政不撤回，公然挑衅战后秩序，对亚太地区的区域和平、世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好，暴露出危险的军事扩张倾向，甚至呢不只是一天一报嘛，现在也是在致函联合国，还请这个古特瑞斯要注意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啊，说呢呼吁这个古特瑞斯让他去盯着日方，向国际社会完整准确的回答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台立场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刚刚说到了，现在这个高市有可能想要加入北约吗？怎么说呢？因为呢，他同意跟他去跟北约的秘书长通话，同意推动合作来迈向新台阶。他说啊，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密不可分，日本和北约的合作关系呢是具有战略的重要性的。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也是对此表示赞同的。而其实啊，北约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考虑要对日本来开设办事处，在2025年的时候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因此计划告吹了。但是石破茂在2024年的时候是再次提出了亚洲版北约的这个计划。现在呢，日本的自卫队呢也首次亮相了北约的一个欧洲行动哦。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第1空降旅呢，参加了上个月7号到28号在意大利举行的一个北约联合空降训练演习啊，象征的呢，日本将军事行动的范围给扩大到了亚太以外的地区。好，那我们就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个钓鱼台已经成为了中日对抗的一个最新的场域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钓鱼岛，日本，我个人的推断了哈，我的推断是认为是高市早苗的第3个步骤啊，就是先台湾有事，再来旧金山合约，接着就是提到了钓鱼岛的问题。为什么？而且这是故意的，设计好的。因为在上个礼拜啊，他突然间在东京的一个所谓的日本的领土主权展示馆，突然间增加了3个文件。这个3个文件啊，就是有关于钓鱼岛的主权的片段的一些文件。那当然，由于日本想尽办法只能搜出这3个片段的文件，那就跟大部分的文件是完全相背离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几天之后啊，日本的这一艘渔船，就是我们所谓的瑞宝丸号，就突然间进入了这个钓鱼岛的这个海域12海里里面。那这个就是有意为之，因为过去日本的渔船已经不太敢再进去这个海域了。为什么？明明知道大陆的海警船是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巡逻，而且呢，前几天大陆的海警船才进入12海里，怎么你这个渔船就跑进来了呢？那当然，大陆的海警船就要把它扣押，那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就想办法掩护，让这艘船能够逃走哈。那最终这艘船就逃走了，但是大陆这次出动的海警船是2个海警船，有武装的，另外2个海警船是在旁边是保护的，也是有武装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场游戏之后，日本马上就对外宣布说啊，这个中国的海警船进入日本的12海里的钓鱼岛里面，大陆就说这是我们的海域，怎么是你家的海域？而且我驱赶你或是逮捕你的渔船是天经地义的事。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为什么突然间日本人要做这个事？对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上礼拜啊，
应该是上礼拜啊，美国他又重新宣布美日的安保条约继续有效，而且它的有效的范围基于钓鱼岛海域，它的有效范围基于钓鱼岛海域，日本就公布了钓鱼岛的所谓的3个文件，渔船就进来了，那中国的海警船当然就去逮捕。结果我们要看的是，那美国有没有生效这个安保？结果没有，美国的船没有过来啊，那就代表说，美国的美日安保说给予钓鱼岛，但是只是流于口头说说而已，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好，那既然你日本人要打台湾牌、打台独牌，其实不是讲打台湾牌了，就是打台独牌。那大陆现在已经抛出一个新的议题了，就是琉球国的问题。琉球国几百年来，甚至上千年，它都是独立的国家。美国在琉球国的时代，它也有派总领事驻琉球，所以美国很清楚知道，日本国是日本国，琉球国是琉球国。美国有总领事在琉球，结果琉球是被日本非法的并吞，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美国人在历史上，他的国务院的外交文献也写得很清楚。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美国结束对日本的统治，把日本的主权交还给日本的时候，对不起，这个琉球并没有交给日本，所以琉球的国际法的地位不属于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好，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啦，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钓鱼岛。钓鱼岛跟日本的本岛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真的说跟钓鱼岛有意见的话，那理论上讲也应该是琉球国跟大陆的彼此之间纷争，而不是你日本国跟大陆之间纷争嘛。而且我们都知道，钓鱼岛这个海域是我们台湾跟浙江人传统几百年来的捕鱼场。所以你看看日本人跟你无关的关系，你还要来要，真的是有一点在炒作独立这件事情啦。我们来请教玉峰委员，这个不是说日本想参加北约，其实美国一直在拉。你看这个就讲去年好了，去年大概7月10号在华府举行的这个北约的领袖高峰会，有4个亚洲的国家也被邀请参加了，日本的安田文雄。南韩的尹锡悦，还有澳洲、纽西兰的他们的总理也都参加了，而且这是连续第3年，这4个国家亚洲国家被邀请去参加，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美国做法，它就是要把它亚洲跟这个欧洲的这些盟邦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互通生息，所以这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北约国家台湾海峡离你这么远，德国的战舰。你这个法国的战舰、英国的军舰，为什么他们有时候都要刻意的从这个台湾海峡通过，从上面下来到这个南海，或从南海上来通过台湾海峡回去？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整套的这个战略的设计嘛。这个还不是从这个川普开始，从拜登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整个西方国家，他们认为说，我这样子做，那这个可以大家可以这个互相支援啊。欧亚2个地方，美国的盟邦，美国站在中间，互相调配这个军力。所以很多的演习的时候，为什么欧洲国家也跑到太平洋来参加这个军演呢？就这个意思啊。那另外讲到这个琉球的问题是这样，那的确啊，琉球早期啊，福建啊。当然有人说是闽南，那福州人说是福州，他们有很多的姓，这家族我都搬到琉球去，所以最早年的时候，那个琉球很多人他们过世，他们的坟墓是向着大陆这边的，向西的啊，这个是世界共同的这种文化，很多的国家他们流落到别的地方去啊，譬如说部落人民流落到别的国家去，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头都会朝向另外一边，所以这个朝向他们的祖国，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就琉球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存在。2个因素，第一个，日本人一向瞧不起琉球人，
他们觉得你们是很远的。然后呢，这个2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死伤最多人的地方是在琉球，很多琉球的居民在最后的阶段，日本人甚至逼他们自杀。对，所以他们是非常恨。然后结束了冷战这么漫长，一直到现在，大部分日本的主要的军事基地都设在这个琉球。琉球，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去过。你看到战斗机起飞，然后它的直升机失事砸到这个民宅里面去，然后那些美国的大兵有时候性骚扰、性侵的事件，你让琉球人觉得说，我整个生存空间都被你压缩，我都快要没有办法呼吸了嘛。所以的确说，中国大陆抓这一点是有抓到日本一些的痛处。虽然其实美国跟日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把一部分的陆战队开始移到关岛去嘛，就是想要让琉球多一点的空间，让琉球人减少他们对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这种抱怨了所以另外一个当然很敏感的问题就是钓鱼台。钓鱼台在日本的占领台湾期间，钓鱼台是这个宜兰在管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你把台湾给还了，你钓鱼台跟着就还了，就是宜兰接受了，就是这样子而已。以前还不准台湾的渔船去抓鱼，还是马英九就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妥协了。你不谈主权了吗？可是某种程度你等默认主权属于日本，你知道这一点严格讲起来是有问题的啦。就是那你这个像这个钓鱼台附近的海域，大概4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让台湾渔船可以去抓鱼，满足了渔民的需求。但就某点来讲，你就等于让渡了你的主权给日本人，所以马英九这个做法是褒贬各半了。好，李大雄老师，高市早苗首相才跟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吕鹤通话，说要加强双方合作。现在重点是就像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在拜登任内特别明显因为拜登希望是打破美国这个战略的区域就是印太地区，照理说应该是美国在这边的盟国韩国日本澳洲这样的国家，还有菲律宾是主角。那在这个跨大西洋就在欧洲地区跟北美，基本上美国有非常重要的北约，但是拜登任内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刚刚讲的会邀请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参加北约的一些盛会，也邀请像韩国、日本参加这个北约的网络安全的演习。那甚至到在2022、2023年的时候，有传言说北约可能会在日本设立所谓的办事处，但是后来是无疾而终。为什么？谁反对？法国反对，马克宏有意见。他说，按照这个北大西洋这个公约还最基础的北约的精神，还是有地理区的范围这地理区是欧洲跟北美为主，他不希望让大家有感觉说北约要把它的这个防御的优先的次序跟资源弄错地方，所以后来是无疾而终。但是在拜登任内，把这2大区域凝结在一起是他的一个策略。但川普目前我觉得比较还不那么明显。几个月前曾经有外媒报道说，以目前美国国防部重要的人士柯伯奇他的一个主张跟看法，他认为说北约就是北约，把你的事情管好。最重要就是欧洲包括俄乌战争等等等等，在印太地区呢，他比较没有注重，认为是应该是美国跟印太地区里面美国的盟国，比如说韩国，你可能防卫范围扩大到台海，我们之间来做协调。所以会不会像过去拜登任内，他基本上是非常热见或是鼓励敦促这些北约的盟国包括德国、法国也包括英国，你们可以在南海做自由航行台海自由航行。目前看起来川普好像没有那么积极在推。至于亚洲版的北约那是石破茂在推的，上任1年之内他做了很多都在演你了，但可不可能非常困难，有点超乎现实。有的话早就成立。北约是一个非常凝聚的这个集体防御的机制，高度的制度化，有潜在的假想敌，而且基本上各个国家是要奉献的，有安全的承诺。里面意思是说你的任何的会员国按照这个第5条的规定，只要任何国家被侵犯的话，视为对北约全体国家的侵犯，要有个集体的反应。这样的设想有办法在今天亚洲成立吗？所以老实说，当石破茂提出这样主张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是当时的美国亚太驻青康达说，这个讲得过早了，就是美国其实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兴趣，在去年的时候。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啊，哇，川普上任了之后呢，是不是把美洲给搞得一团乱呢？首先是当初跟这个美国最好的加拿大，现在啊，竟然是逐渐的和美国脱钩了。那么加拿大呢，也将要加入欧盟的军事采购基金。刚刚才说到北约啊，那现在呢，加拿大也要加入欧盟了吗？好，欧盟27个成员国呢正在加强国防支出，而加拿大已经完成了加入欧盟军事采购基金的谈判，将成为首个非欧盟国家加入欧洲安全行动。好。现在啊，就是因为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太好啊，尤其是这个关税的情况嘛，那加拿大的钢铁巨头呢，现在也是裁员了近4000人，近40%，有超过1000人都丢了饭碗。而这个时候啊，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战争部长啦，赫格塞斯，竟然还去把加拿大一个著名的儿童绘本乌龟变成一个好战分子，竟然是拿着这个枪来去扫射啊！他呢恶搞了一个叫做加拿大儿童绘本富兰克林龟的图片，改造成手持火箭筒的士兵，书名呢改成富兰克林打击毒品恐怖分子，就是在说美国要去打击委内瑞拉扫毒啦。好，就说到美国跟委内瑞拉的关系，现在川普也要召开国安会议，未排除出兵委内瑞拉。好，川普1日将在白宫召开国安团队，针对委内瑞拉的下一步行动，未排除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而至于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他在消失5天之后呢，11月30号在首都的咖啡颁奖典礼上现身了。带领群众高喊经济坚不可摧，无法撼动，无可匹敌，结束各界对于他已经逃亡的一个猜测。不过现在我们来看到，另外呢，美国跟洪都拉斯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知道现在洪都拉斯正在选举嘛，正在选举，结果呢，川普也突然间发文了。好，由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呢，与中间偏右的自由党候选人，因为形成拉锯，两人的得票率呢都低于40%。一度仅相差500多票，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就突然发文了，他质疑这个选举委员会终止计票是试图要改变大选结果，并且呛瞎，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你就等着付出地狱般的严重代价吧。好，说到这个拉美的关系啊，中国也想要介入拉美吗？尤其在这个军武的部分呢，也是在外销吗？我们来看到啊，中国新兴的进出口有限公司在2025年拉美防展中展示了 CH-3D 中空长航时武装无人机的模型啊，凸显了呢北京想要进军拉美国防市场的决心。那现在啊，中国的解放军076型无人航母呢，也在部署进程加快了。这个是上海海事局发布了一个航行警告，说有一艘大型船舶于周五呢，从沪东中华造船厂出发，公告并未指明这个舰艇的名称，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四川号，也就是076型2栖攻击舰，是在上海头一艘的造船厂来新建并且停泊的。好，另外来看到啊，这个中国的消费级外骨骼机器人呢，现在也是拿下了海外很多的订单呐，而且这个机器人不只是用在军事哦，也是可以拿来就是医疗级呀，或者是工业级。那现在呢，甚至它的产品价格已经下探到了这个1000元级哦。那么它的全球的销售额预计呢可以突破40.4亿美元。哇，中国是不断的在外销自己的国防啊，或者是科技。那现在呢，这个 AI 竞赛升温了，那么华府呢也研拟要来联手8国来强化这个关键矿产的部分。这项提议呢，这12月12号要推动，届时呢要以日本、南韩、新加坡、荷兰等等的官员一起在白宫会晤。对于这个关键矿产呢，不能再让给中国了。另外来看到中国还是非常厉害的部分，尤其是这个机器人语数科技，我们大家都看过它跳舞啊，又是唱歌的等等的。那现在呢，它要 IPO 了吗？它已经获得了众多的订单啊，今年营收将突破10亿元呢，成为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隐形冠军，而且已经完成了多轮融资之后呢，估值达到100到120亿，好，预计明年就可以上市了吗？甚至啊，现在中国厉害到什么程度？机器人也有嗅觉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请你闻一闻。好的，我闻一闻。我再闻。这是我常喝的橙汁。这是不是？橙汁。那混在一块，它能闻出来吗？混一块也可以闻出来，只要你的特征性有就行。哇，
啊，不论是橙汁还是清水啊，这个机器人一闻就可以知道了，真的是一大的进展哈。另外环时呢也说啊，现在太空 AI 中国有多个团队都取得了关键突破，像是这个算力呀，还有等等的这个，就是在说算力还有传输速度呢，现在呢都有很大的一个进展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美国跟这个美洲的关系啦，尤其是跟加拿大的部分啦。我们先来请教这个赖岳乾教授。加拿大原本它是完全依赖美国啊，他认为依赖美国可以得到很完整的保护，而且呢也可以让他的经济无忧无虑啊，所以他的这些大宗物资啊、能源啊都是卖到美国去，那也让加拿大他的生活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安全上他也都是完全依靠美国，即使他的部队规模不大，部队也不强，但是只要有美国要求，他就会做。美国对外用兵，他就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加拿大在过去，他认为他这样的话可以高枕无忧。国土面积这么的大，人口这么的少啊，那理论上讲，这个国家是很脆弱，因为外来要入侵它不难啊。如果说俄罗斯要入侵加拿大等都不难，因为它的防卫线太长了啊，所以他认为他高度的依赖美国，那这样的话，美国给他形成一个保护伞。这个他很安全，而且生活又富裕，所以他在外交上、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基本上对美国几乎都是亦步亦趋，完全不会违逆。但是没想到今天踢到铁板了啊！今天踢到了川普，川普认为加拿大人占了美国人太多便宜了，防卫预算也低，然后呢对美国的需求也低，然后这个贸易顺差这么的大，他有很多的意见。那对加拿大人来讲的话，他觉得我赚的都是能源钱呢，原物料的钱呢，我跟你买的都是你的工业制成品，我能卖给你的都是这些，就是坦白说都不是高附加价值的，我没有跟你的产品产生竞争，而且是高度的互补，你怎么对我有意见呢？那当然，这一有意见，两边就吵起来了。现在加拿大突然间醒悟了，发现说，哎呦，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因为美国有可能会变的，因为这次的川普就会变，以后的总统会不会又变啊？我觉得，一旦有这么一点点的觉醒，那就是看他能走多远、走多长啊。因为如果又换了一个总统，他又跟加拿大招手说，哎，你来吧，你还是当我的小老弟，我给你保护，给你安全依赖，给你富裕的生活，可能加拿大又回去原来的路，又继续依赖的，然后就等于让历史不断的反复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晓得，要看未来加拿大人会不会真的觉醒了啊。但是加拿大人觉醒是不是对他好，我想也说不一定，因为如果他跟美国交恶的话，那他就完蛋了当然他就是真的是噩梦一场。所以我觉得加拿大不会到跟美国交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有心的国家也不用有太多的心，因为你的空间也并不大，你顶多就是让加拿大在这个经济上不要那么完全跟着美国走就行了，在政治上不要贴得太近就行了。我想这是你唯一能够操作的一点点的空间。委内瑞拉目前的情况，川普已经从9月份就出兵了，9月到现在都出兵了，为什么不敢动手？有风险。因为川普也不确定他这一动手能不能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如果不能够很短时间内解决，而这个战争会被拖下去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他宁可要用大的兵力、大的强制力，然后逼着这个马杜罗自己投降。可是看起来马杜罗没有要投降的意思，那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又继续僵在那里呢？我们再看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川普上任之后，真的把美洲搞得一团乱吗？请教林玉芳委员。对啊，你看他阿根廷的选举，他介入，说提供200亿的援助，所以呢，阿根廷选出一个他喜欢的总统候选人。洪都拉斯，你看他也介入，然后现在的委内瑞拉，他想把现在总统直接逼下来，然后巴西呢是把一个下台的总统说不可以起诉他，这个坦白讲，就这个我在不愿意用这个字，但这就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这让人家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人家是主权国家，你可以这样子吗？
但是委内瑞拉它真的是集结了大军啊，它福特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哪里？它这上面有这个超级大黄蜂的战斗机，还有 F-35C 哦，然后还有这个电战机，然后呢还有飞弹驱逐舰哦，另外这个还带着2栖登陆舰，然后呢在附近部署了4500名的陆战队的队员，他早就可以把委内瑞拉完成占领了啦。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刚才教授也提到了，最重要，我觉得1989年他老布希去打巴拿马那件事，有让美国人这个心里得到一些的警惕。那次战争，美国人认为说我去的手到擒来，这些都投降吗？对，就美军死了23名，然后呢，非军人大概可能是中情局的人死了3名，所以一共死了26名。对美国来讲，那你未来去打其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死更多人？委内瑞拉真的是很弱，可是它的那个低空的反攻飞弹可以打6公里啊，这个射程，然后可以打3500公尺的。那个俄国制的这个飞弹，它有5000枚啊。那你如果有直升机要登陆，你被它射到的话，你就可能时常会惨重，也是会伤亡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就希望我吓你，把你给吓倒。川普就是喜欢打梭哈的人嘛，用吓把你吓倒就最好了嘛。结果现在没有吓倒，这次看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事还有点拖，就像中日关系一样，还有点拖一阵子了，在尘埃落地以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真的要对委内瑞拉打起来了吗？请教李教授。我觉得如果要动手的话，他应该早就要动手。所以对川普而言，他的上上之策应该就是兵不认血啊。因为11月28号，当时《纽约时报》有个报道说，他说川普已经跟马杜罗通过电话，在当时双方都没有证实。可是前2天嘛，川普自己讲说，我打过电话，而且我叫他说，如果你为了自己的安全，我劝你赶快跑路。他非常直接啊，直截了当的跟马杜罗说，你最好走。所以他的上上之策就是你自己退位，你流亡，但是可以谈哦，可以谈你光荣的这个下台，甚至可以保护你身家性命的安全，甚至是一些财产的安排，这有可能。那再往中走的话，就是很小部分的这个军事武力了，但是这些都有风险。假设你要出动特种部队或是一些击杀斩首，还是国际上会有一些这正当性的问题。那如果你是要大规模的出兵，那风险更大，因为美国是有出兵过，刚刚讲到海地跟格维纳达，就是在1980年代，有一个1994年案例比较像现在，就是当时的海地，当时克林顿总统是要出兵的，而且就像现在一样，外海已经有这个2栖攻击舰在集结，几千名的美国士兵陆战队，但是当时是有一位自动请缨去做谈判的，叫做前总统卡特。